Chapter One， 我们昨天开始要讲 OS 了，所以上一堂课我们介绍各种各样的系统，唯一的一点就是希望大家知道，其实很多系统的存在，而且 hardware 的变化其实非常多，不断在演进的。但你会发现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电脑系统，它一定要有作业系统的存在，不然它一定没办法执行，没办法让使用者来使用。那这些作业系统它一定会有一些核心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怎么样让使用者共用，怎么样能够跟它做 interactive，那所以就会有作业系统这些很基本的 component 跟 subsystem，那些就是我们作业系统课要教的。那很多的电脑系统其实是 special purpose， 我们说它有很多其他 requirement 嘛，所以这作业系统还有很大的发展，而且不断的在演进，因为它必须要不断的 adapt 这些不同使用者的行为需求，还有硬体不断有新的 technology 出来，那你就有不同的设计，那一块我们当然不可能去讲它，对不对？但是其实都是我们上课教的东西的衍生而已，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些 concept。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作业系统。第一个当然要先讲一下，到底什么是作业系统啊？你也可以，我们会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它的角色扮演的角色来看一下所谓的作业系统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先讲一下这个作业系统，或者说电脑整个系统，因为作业系统就在管电脑嘛，所以一个基本雏形的这种电脑，它的基本架构是什么啊？作业系统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方式去管理一个电脑。那最后呢，我们会讲一下怎么样去保护这个电脑的使用。但这边的保护要注意咯，这是 protection 哦，不是 security 所以还记得我们说早期的说 personal computer 的 OS， 其实它在 security 那边做的是非常多的缺失缺漏，对不对？那可是这边的 protection 指的是什么呢？是说在正常的使用情况下，使用者不会影响到别的使用者。简单讲就是，如果大家同时在使用台电脑，有一个人的程式它 crash 掉了，那你不能造成别的整台电脑的 crash， 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整台电脑都 crash 掉，那其他使用者就被影响到了。对，这个叫 protection， 所以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因为所有的电脑都是刚才提到的，已经都是多工多人在上面的所以怎么样子可以保护这个电脑，让大家在上面正常的使用的时候，你定义的这个电脑架构或者管理架构下去使用的情况下，不会互相的影响对方，这个是我们这边所谓的 protection 所以这是非常基本的那所以我们会放在这个 introduction 来介绍一下但不是 security 那个恶意的透过网络那些就不在这个范围内了好，所以什么是电脑系统？什么是这个作业系统那当然就要先从整个电脑的组成来看起，对不对？那其实大家一定都很清楚因为天天在用，对不对？所以呢，你要这个一个电脑的系统，它在运作的时候呢，第一个你一定会有 user 嘛，对不对？使用者来使用这台电脑那这个使用者他要透过什么样方式使用呢？当然都是透过应用程式嘛，对不对？那这应用程式其实你可以把它定义的广泛一点，不一定要是比如说一个 game 或是一个 Word 的 editor， 它也包括了像是一些 compiler就是你只要透过任何其他的 program 来达到你的目的的，你广泛讲一点的话，你可以把它全部就叫做 application 那所以当然你都是目的就是要在电脑上去执行这些 application， 达到一个 user 他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对不对？那执行在哪？当然是 hardware 咯，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粗浅、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 breakdown。所以当然你 run 的这些软体要用在 hardware 上，对不对？那 hardware 不外乎就是我们知道的 CPU、memory 对 ，I/O 的 device 等等这些 hardware。那中间是什么呢？它会完全会特例切开的，就是我们的 OS 了所以你的电脑切到非常非常粗、非常非常基本的这个组成的时候，你会发现 OS 仍然在那个地方因为它就是连接使用者的 application 跟 hardware 这些 resource 中间的桥梁你要透过 OS 的管理，才有办法去使用或者共享
这些资源，然后来执行你的程式。好，所以 OS 其实就是介在这个我们常说嘛 hardware software 中间的这个就是 OS 的角色了。好，那当然我们可以再把这些定义稍微再讲细一点的话，其实像 user 啊，也不一定只是说使用，不是人啊，其实也包括了 machine 啊，或是一些其他的 program、其他的 computer 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啊，还记得我跟大家提过，未来10年最火红的议题叫做物联网啊，指的就是物体跟物体啊，任何 device 它直接的去做沟通啊，那每个 device 它会能够运作，就代表它其实就是一个电脑，就是一个有 OS 在上面对。那他们的沟通是直接的，所以没有人在 involve 在里面。好像自动驾驶，我们车子它要跟很多的 device 沟通，它才知道它自己该怎么走，对，或车子跟车子之间要沟通。那所以那些也就是 user， 就是整个这样子自动驾驶系统里面的 user， 其实就是别的自动驾驶的车子所以其实也不一定是人那 application 就刚才说的，其实广泛定义讲就是它就是解决一个 computer 上要解决的问题的这些你需要用到的软体就全部都可以叫做 application 好，那下面 hardware 就不用讲 ，hardware 呢，在我们 OS 的世界里我们其实比较喜欢的是把它讲成叫做资源所以我不 care 它是用什么样子的 device 提供的，我只 care 是它提供什么样子的资源，有多少量的资源，我可以怎么样子去 allocate 跟分配有些资源是我一次就要整个资源就要独占，对不对？因为 hardware 的限制有些是可以做切割，变得更细的这个去分配那所以这些资源当然不外乎就是 CPU， 我们通常就讲就是 computing resource， 对，计算资源嘛 ，memory， 对不对？这种储存的资源而且是我们说主要比较快的储存资源，对。I/O device 就是一些 I/O 的资源你要 input、output 资料的资源，所以像你的 disk 或是 network 这个 bandwidth， 你可以传多少资料传出去，这就是资源这些都是由 hardware 提供的这些资源好，那作业系统，对，我们说了，它就是坐在中间。那坐在中间呢，它扮演的角色呢，其实呢，你又可以把它从它的角色上，可以把它分成所谓的 control 跟 coordinate control 的意思就是单纯的是控制也就是说，你今天 run 任何一个 application 嘛，你现在我要 CPU， 那我要透过 OS 控制我的 CPU， 让它可以去使用这些 computing 的 cycle。就是单纯以一个使用者或一个 application 角度，我需要 OS 帮我控制来去使用，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千万一直不要忘记，电脑系统都不会是只有一个人，对不对？不会只有一支程式，都是 sharing， 就是这样子才会让整个系统变得这么的复杂就像我们说第一代的 batch 一次一个人，根本 OS 不需要做什么事因为没什么好管理嘛，一次一个人，没有 sharing 的概念，所以事情都简单了。但那当然不是现在我们符合需求的作业系统，我们一定会有非常多的程式跟人在用，对不对？所以呢，他们都要共同去竞争，对，你要 CPU 我也要怎么办 ？OS， 所以 OS 就是在中间要做协调 coordinate， 这样才能够让大家都可以在上面run， 而且是可以满足符合大家的一个需求所以它叫 coordinate 所以像刚才我们才问嘛 ，time sharing， 何必要 time sharing？ 何必我这样子切的这么细？它其实我们之后会讲，它会造成 overhead， 就是说它会浪费掉一些计算资源的，并不是以系统角度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人的对使用者的角度，那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同时在上面用，所以用那样的方式去 coordinate 大家如何来使用 CPU 所以。其实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应该感觉到control 是只是单方向就要控制它 ，coordinate 其实是作业系统更复杂的部分，就是怎么样子去协调大家，怎么样去分配资源所以很多的研究倒不是在 control， 而是在 coordinate。control 就是你想就是写 driver 嘛，那其实就是那样子，对，你就可以 control 了好。那by the way这个东西不是要大家硬背这些这个定义你可以想这只是描述啦，所以就像我们说的，你要讲是你要能够把那个意义
在你的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回答就可以，任何符合那个意义的都是对啊，都是一个正确的去解读它的方式哦，这不需要去硬背它哦，只要大家能够体会那个为什么我们说会把它说 control 跟 coordinate 这两个角度就可以了哦。好，那第二个嘞，纯粹就是以我整个电脑系统有很多软体嘛，对，有 application 里头就一堆的软体，那我的系统本身也是软体啊，所以呢，这个软体 OS 这个软体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嘞？所以它另外一个很特别，跟其他所有的软体的区隔在于呢，它是一个 permanent 的一个 software 啊，也就是说，这台电脑只要一启动，你一定会看见 OS， 它就会一直坐在那边，对不对？当你的 OS 不见的时候，这电脑基本上就是不会运作的啊，所以你可以想见，所有其他程式都没有这个特性啊，所以OS 你可以讲它其实很容易区别，就它也就是 OS 会存在在那边，然后呢是介在两个中间的。好，那然后去实现 control 跟刚才说的 coordinate， 好，那因为它介在中间，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 OS 这个软体它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软体，在于它其实是制造一个 abstract 或者使用的假象，让使用者来去使用这些电脑，那所以它其实就像一个 virtual 的一个 machine 的 interface 一样，就像大家写程式都喜欢都是要 call API 嘛，程式就是这样做出来的。所以其实 OS 的角色其实就是在把下面的 hardware 把它抽象化之后，变成一堆的 API， 让上面的使用者去 call， 对不对？那所以那个 API 是什么样子的定义，就会完全决定上面的使用者或程式对于下面的这个电脑它所看见的使用的方式了。所以我们说它其实是一个 interface， 是一个 API。大家写过 C 嘛，写过都知道 interface API 的意思。其实 OS 就是这样，它就是把 hardware， 它是 hardware 或者你下面这个电脑资源的一个 API， 一个 interface。所以它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 virtual 的一个概念了我们会稍微再讲一点，大家应该也听过啦 virtual machine 嘛，对不对？现在很红，很多人也是在使用，非常 popular 的技术。其实某种程度来讲，这是很自然，本来就是这样。OS 它就是当然可以不断的一个 layer 一个 layer 的上去搭建因为它就是一层一层的 interface 那当然它主要是要抽象化，是抽象整个电脑的资源的部分好，很好，所以这个是 OS 它的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所以刚刚这个抽象化意思就是比较接近 control 那一块因为你把它抽象成那样子，你就可以使用者按照你定义 API 去 control 跟使用那个资源那另外一个 coordinate 的地方，你从这边也可以很明显看到了，对不对？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你画出来一个电脑 OS 是只有一个的那上面呢会有很多的 application， 那其实他们都必须要透过这个 API 才能够去使用。所以当他们透过这 API 的时候，会 go through 同一个 OS 所以这个 OS 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动手脚来决定我要怎么样子去分配跟实现这些动作了所以就像你去执行一个程式，我要执行一个 instruction， 它也要，最后会去哪？会去 OS 所以 OS 会决定我现在要把这个 time slot 这个 CPU cycle 给这个程式还是那个程式，这个时候它就在做 coordinate 的动作了。对不对？所以他们都必须要透过 OS 的 API， 所以 OS 这个程式它就可以完全去 control 了。好，那再更刚才这还比较 concept， 所以我们就来看各位在这边写程式的时候是怎么跟 OS 互动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其实电脑上面的任何的运作一定其实都是透过 OS。那有时候你并不会感觉，像你们大一大二的时候。在电脑上写程式嘛，它 compile run， 结果 output 出来，你就很高兴了。这个 OS 在哪？好像不是太清楚，对不对？什么时候我为什么什么时候去抠到 OS 的，可能都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所以呢，下面当然是 hardware， 上面就是各位写的程式，对不对？那什么是 user mode， 什么是 kernel mode， 我们之后会讲基本上。User mode 呢，指的就是各位写着程式或使用的这些 memory 空间 ，kernel 指的就是 OS 这支程式它自己去使用的空间跟资源
所以我们说嘛，程式就是你可以切成就是作业系统跟不是作业系统，所以会有2个 mode。好，后面会讲更多了哈。那你要 run 在一台电脑上啊，你一定会碰到一些 I/O 嘛，或者这些，所以当然 hardware 上就像我们所知道的要 driver 啊。那 driver 其实是 part of OS 哦，因为你要控制啊。只是为什么特别切开？因为就像我们知道的 ，driver 是不断的可以 install 的，对吧？因为实在太多样化的 I/O device 了，对不对？所以每一个 device 可能需要自己写的 driver 啊，所以它在 OS 的架构里面，你会发现它在最下层，然后可能是一个可以抽换的啊，所以当然你就按照需要，你就可以要先 install driver 啊，你才有办法去最基本的控制嘛啊。那所以 driver 其实是 part of OS 啊，只是说它比较单纯一点啊。那 driver 上面当然就是真正的主要的 OS， 也是我们这堂课要讲的这些怎么管理 memory， 怎么管理 CPU 等等的这个软体了啊。好，那这个软体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 OS 的目的是什么？它在 implement 一个 API， 让大家来去使用啊。就像 C language 它 implement 那些 API function code 一样，所以 OS 其实就是提供一堆 API 而已啊。那这个 API 就是我们俗称的 system 的 library 啊。那或者说我们后面更常见，大家叫它的名字叫做 system code， 很直截了当 ，system 的 function code system code 啊。所以 system code 我们就会讲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因为那代表的就是 OS 的 interface 的 API。各位的作业1就是要去 implement 这些 API。library 大家 OK 吗？应该知道对不对 ？library 就是你定义了很多的 function 嘛，然后把它包在一起的那个档案，我们就称之为 library。所以你要去用 C programming， 你第一件事是什么 ？include C library 嘛，所以你就可以用 C language 帮你写好的那些 function code 嘛，对不对？所以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其实 OS 它会把它 package 起来，变成一堆 system library。然后在那边等着你去使用 ，OK？ 好，那我们回到各位写的 program 了哈。各位写的 program，of course， 当然第一件事有 compile 嘛，对不对 ？compile 的目的只是把自己的程式嘛，从那个 language 变成你的 machine language， 对不对？所以就是大家知道的.o 档啊。那有时候你太自动化了，可能你按一个键，它就全部都 build 完了。但是请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其实是拆开来的。你可以先 compile 完之后，你会做下一件事情 link， 对不对？那 link 的目的是什么嘞？大家应该也是知道 ，link 的目的就是把这些 compile 好的这些.o 档 binary file， 把它给 link 在一起。为什么要 link？ 就代表你要去使用别人 implement 好的程式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在 link 这个动作，它通常不是它其实不是指 link 你在程式码里面写的 C library 啊或那些。它一定会自动 link 的东西是谁 ？System library，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它就会去 link system library 了，那 link 成 system link 到 system library 之后，你才成为真的能够执行的一个完整的执行档所以为什么一定要 link 嘞？简单讲，像各位程式写个 printf， 那 printf 是不是要 output 到 screen？ 谁负责 output 到 screen？OS 不是 C library 所以其实它必须要去 code 到 system library 里面的 system code， 所以当然要 link 到 system library 了它可能不是直接 link 到，它可能是先 link 到 C 的 library， 然后 C 的 library 里头说我要用到 system library， 所以它可能间接的 eventually 它其实会 link 进去的等到我们讲 system code 会更清楚那所以这样才成为一个能够执行的完整的档案，然后你的电脑才可以开始执行。所以执行的过程中，你就会code到 printf 会code到 system code会code到 driver， 然后就下去了所以其实是经过 OS 的很好，所以其实是都是有在使用到的，而且就是透过这一层 system library 或者是 OS define 的这个 system code只是因为包的太多层了，所以各位没有直接看到而已。好，很好。所以这不管在什么电脑系统，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一定会透过 OS。你不 link system library， 除非是你真的完全不使用到 OS 的 code， 那基本上大概没办法执行任何的东西了。好，很好。
好，所以刚刚那个图就比较重要了哦，我们没有给什么定义，但是那个整个 program 怎么样在电脑上面运作，这整个流程，这个是很明确的，这个就是应该要好好把它记起来的部分了哈。那所以同着我们刚才讲这些啊，如果我们今天要 define OS， 你会怎么去定义它嘞？啊，有人就说这应该叫做 resource 的 allocator 啊，就像我们说的，其实整个电脑系统的确它的角色就是在分配资源啊，但是资源是任何的硬体，这个无所谓啊。那所以他就去 manage， 对不对？然后去 allocate， 让大家可以很有效的去使用这些资源啊，然后又可以满足公平性啊。或者是即时性啊等等的一些使用要求，所以常常作业系统就在 allocation 啊，你最后也会发现 memory management 在干嘛？在做 allocate memory 嘛 ，file system 在干嘛 ？allocate disk 上面的 storage block， CPU 在干嘛 ？allocate CPU cycle 给 process， 所以全部都在做 allocation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单纯我们要做的 control 这就比较practical 的角面的这个角度去看它啦，对，它就是帮我去 control 就对了啊。那所以它可以有 driver 这些东西，让我可以去 eventually 控制这些 hardware， 控制的目的就是使用它，叫让它可以去做我要做的事情嘛。好，所以它其实又很像一个 control 的 program， 但这边通常问题比较小，这就刚才说的多半是苦工啦。不同的 device 你要怎么 control， 还有它的 spec 等等，你要写它的 driver。这些东西第三个前面两个大家也是一样，不需要死记不是说 OS 就叫 resource allocator， 也实际上也没人这样子直接喊它的啦只是它的概念这个就要请大家记起来咯 ，kernel，OS 的别名就叫 kernel 这是就是它的别名。事实上比较多的人是用 kernel 这个字来形容作业系统不会直接写说我在装一个 OS， 他可能大家都说我在装一个 kernel。我在用什么 kernel kernel 其实就是 OS， 因为就是核心所以我们常常就叫它 kernel 因为它就是所有东西的这个核心的这个 software 叫 kernel， 其他的就不是 kernel 的意思，就是那些 application compiler 那些 tool chain 等等的东西好，所以这边 again 这只是让大家这个不需要背起来，所以 kernel 这个名词知道它就是 OS 其他就只是它的代表的角色而已并没有人一定要说 OS 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作业系统就这样，它是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代表的意思大家知道就可以了那不过 OS 我们就叫 kernel 好，那所以作业系统我们现在写一个 kernel 的时候，我们要考量什么事情呢？对我们今天自己要去开发或者是要去选择一个作业系统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作业系统基本上它就是你的需求使用者的角度通常就是希望两件事第一件事方便，尤其是越是 commercial 的 product， 越是接近人的这些产品，这个 convenience 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 Windows、Microsoft 的崛起，对不对？因为当时它是第一个是图形界面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非常方便，大部分人根本不会，又不是 CS background， 那时候也没那么多人学，所以只是想要用所以方便性就算在今天，我相信大家也同意，非常非常重要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比较需求面了，比较这个对你如果执行一些比较复杂的程式那比如说你跑一个 game， 你总希望它动作快一点，不要一直 delay 吧，对不对？所以或者说你在 run 个程式，你当然希望它越快可以执行完越好所以就是 efficiency 或者说 performance 啦，对不对？所以并不是好不好用，而是它到底有没有效率，这是不是有一个很有效率的电脑那早期的作业系统当然比较偏向 efficiency 所以像各位这个上课使用的电脑，这个我们用 Linux 的 platform， 我们不用 OS， 为什么？很多原因，但是其实效能也是很重要，我们不需要每个人还在那边 display 这些 image 到自己的电脑，对，那个都要浪费资源的所以大家就 command line 打一打就好了不需要去这样做所以 efficiency 其实也是非常 fundamental其实当你要解决，尤其是要解决一些比较复杂真的是比较需求比较高的时候那其实 efficiency 是你最后要追求的东西好，那所以
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们人想要的啊，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两个一定是 contradict， 就是他们两个一定是相反的。因为当你想要越方便的时候呢，它方便跟效能是无关嘛，它只是为了人，所以它等于是多加了一些东西，让人或使用者觉得方便而已，但是其实没有任何实质的注意在效能上。那你加的这些东西一定是方便啊，哦，可是结果是什么嘞？就是你多加的东西它就会变慢嘛，这是一定的。就像你要 display GUI 的界面，对，图形界面，那你就要花 resource 花程式，所以它的速度就会慢下来。好，所以这其实是一个trade off， 所以就看你是什么样子的电脑系统，使用者 care 的是什么东西，当然就会去做不同的取舍。有的作业系统，像我们说的 Windows 手机的，对 ，convenience 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如果你是要跑一些大型程式、科学计算，哦，你要去解一些很复杂问题，那你就会想要用这种 efficient 的作业系统了，啊。好，那所以当然，就像我们刚才说，早期其实当然大家只 care efficiency，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电脑不普及，所以当然 efficiency 是一切，花了钱就要看到它的效果啊。但现在因为价格嘛很普及，还有很多其他的 purpose， 所以其实方便性变得很重要啊。但都是在取舍，就像手机，对不对？我们知道方便性固然重要啊，可是它的耗电，对不对？我今天我吃那么多电，我可以完成多少工作量？其实那也是 efficiency 的一种，对的一种概念。所以你也不希望它跑一跑马上没电，哇，那你也不会想要这个手机啦，对不对？所以这个是 always 是一个取舍在这边。好，好，所以这个作业系统啊，为什么它是这么的重要？所以我们知道大家想要它实现的就是刚才说的方便，然后要能够效率好啊。可是当我们设计一个作业系统的时候，为什么作业系统这个软体是在电脑这个世界也是这么重要？这边可以看到几个这个原因。第一个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使用者的 program 跟 hardware 之间唯一的 interface 啊，这个是系统架构就是这样，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啊，这是 only 的 interface。所以你可以想见，你今天可以在一个电脑上选择我用 C language 去做 programming， 还是 Java 或是 Python， 对不对？好多选择，现在这个到处 open source 各种 solution。但是呢，如果你讲到 OS， 那很抱歉，就是一个啊，看你要哪一个而已啊。那你如果不要别的，你整个东西就要重写，或者是你就要重新再去调整啊，因为它是唯一的 interface， 所以当然它就掌握了上面的 application 啦，对不对？一定要透过它嘛，第二个作业系统，这个跟一般程式它比较困难，原因在它绝对不能够坏掉啊，不能够有 bug， 所以各位写的程式呢，相信都有不少 bug 啊。就算一般的 commercial 或者我们一般用到的软体，就算 Android 的这些上面的 APP， 对，常常一定多少有一些 bug 然后去 fix 它很多 bug 可能大家不在意嘛，就是反正就是重新再打开那个网页就好之类的，对不对？可是 OS 不一样，它今天如果一 crash 掉，就像我们说，整个电脑大概就没了。那不只是电脑没，重点是这个电脑的状态就没了，上面实行的程式就都没了。那我相信大家都很痛苦所以当然很多软体就是要为了这些事情，当然也会去 backup 啊等等但是 OS 基本上它的原则是不能够容许任何 bug 的，因为它一有 bug， 那就代表整台电脑就是毁了那所以OS 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好，那最后一个 OS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唯一的 interface， 所以你其实会发现在电脑的发展过程中它这个 OS 的 technology， 如果你能够控制 OS， 也就是你是提供这个 OS 的厂商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掌握上面的 software 的开发，还有下面 hardware 的开发就是最标准的，大家就回想到之前为什么 Microsoft 是最有钱的公司，因为它只做一个 OS， 可是上面所有的 application 如果想要 run 在 Windows 上的程式，就要 follow 它的 API 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它不开一些后门，不去做一些调整，帮你去做一些特殊的设计的话，那个 application run 在电脑上的效能一定是会比较差的所以它其他可以去控制。同样的 hardware 也是，因为它阻隔在中间嘛，所以 hardware 的设计就要跟 OS 做搭配
所以我们一直有知道我们电脑产业叫 Windows 加 Intel， 有没有 Wintel？ 大家没听过，现在知道 Wintel 这个时代都快过去了啊。所以指的就是这两家公司 Hardware OS 的结合哦，他们的所有电脑就是这两个搭配，所以电脑的效率啊等等才可以达到比较好的程度啊。如果 Intel 要搭配各式各样的 OS， 它可能也没办法都做到很好啊。相对的，你去看 Mac 哦 Apple， 它的差在哪里？就是它 Hardware Software 都自己做嘛，大家知道它就是 Hardware 跟 OS 都自己来哦，所以其实它也是必须要很强的配合的哦，它就是自己来了。所以OS 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好，那对啊，所以基本上它当然也不是说 OS 就完完全全控制 Hardware 怎么做，当然也不是，就只是说他们会互相影响，对不对？所以话互相的去配合。当然随着使用者的这个需求不同，OS 也要调整啊。最佳的例子就是手机嘛，我们等下会看见各式各样的。为什么会有各式各样的 OS 跑出来啊？那为什么手机的 OS 不就是装在电脑里的 OS？ 因为需求不同啊，所以它要去做调整。因为你的 hardware 长相，手机就是手机，你不能强迫它变成 PC 嘛，所以 OS 就要去配合去调整啊。所以其实当然他们也是互相去影响啊，只是它的这个 OS 的重点是它只有那一个哦，不像 hardware 你可能会有很多形形色色会改变 ，software 改变可能更快。它用不同的 application， 但作业系统 OS 毕竟它就是那一个哦，所以当然它的影响力就很大。像手机，当然也就是 iOS 跟 Android 啊，对不对？所以你也很少看到其他的哦。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哈，其实 OS 是形形色色的哦。那当然早期的基本的就是这些 X86 的，那 X86 的话，早期不外乎就是 Windows， 大家很熟悉的。另外 ，Linux 其实是当然是最常被，其实最久历史的。各位的程式这堂课也会去用它啊，只是比较少用到，是因为它当然比较，并不是跟使用者 interact 为目的的这样的 server 但其实一直以来都有的以前都是 Windows 跟 Linux， 当然 Windows 一般使用者喜欢嘛，但是真的大型的系统重要的系统，恐怕大家还是属于去选这个 Linux 跟它是 open source 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啦再来就我们刚才说的啦，这些 Apple 的它自己来嘛所以就是我们知道它的这样的作业系统，这当然就是比较不一样再来就是随着时代改变啦，所以就手机的，对，所以这都很熟 ，Android 啊 ，iOS 像 Windows 对，它就做调整，你有 Windows 10，但是你有 Windows 10的 Mobile 它其实就是把它做修改，让它可以跑在上面那像 Linux 这边这几个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这都是非常常见的那所以像 Ubuntu 可能现在更多人用，那它也一样，它也会有不同的版本，就是要调整然后 Embedded 跟这个手机比较不同的在于，手机是非常因为太多使用者，所以它是专门为了就是手机就是手机Embedded 呢就非常广泛了，所以是任何嵌入式系统，尤其是未来我们说是物联网的时代，所以你那个物体是什么 device 形形色色，那些全部都叫做 Embedded。所以上面当然就需要 OS， 那这个 OS 就必须要很 flexible， 你可以想见，它可以很快的有新产品出来，这 OS 都可以装得上去，然后甚至于可以去调整，很快的调整，让它不要的部分拿掉，要的部分留下来等等所以是当然就是不一样需求的这样子一个作业系统那所以你要说手机这些事，当然也算，因为手机也算是一种 embedded 的啦不过这里需要注意到，它可能是更 general 一些那甚至于有些 OS 这些 OS 它不仅仅只是纯 software 它是绑在那个 hardware 上的 embedded system 所以像是 Xbox 有些大家玩或是 PS3、PS4 这些啦所以这其实上面都有作业系统，那个作业系统也都是 embedded 的 OS 那另外呢，这个未来大家或许有机会碰到，如果走这些比较走到 device 端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个叫做 Raspberry Pi 的作业系统这个是非常 popular 的，它就是个板子，那上面就可以去刻各式各样的这些很小的板子，它可以各式各样的一些应用有时候大家就是把那个当做雏形开发，然后去开发各种应用产品等等还有软体等等的这是 Raspberry Pi 它就是一个板子 Raspberry Pi 的板子，上面有 Raspberry Pi 的 OS， 然后就可以开发各式各样的切入式系统的雏形了
好，很好，所以其实有很多 OS， 好，那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啦，基本是一样的，哦，那其实是没有差太多，好，只是你当然要客制化调整，好，好 ，OK， 那这个我讲先不问了哈，所以这个我们刚才提过的啊，就是一些描述，这个很概念，所以希望大家不是要把上面的字背下来，哈，是只要能够把那个概念它的意义能够了解就可以了。